大小姐，你撑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大小姐，已派人查清，李明凯确实为了启明的融资，将您交给了刘腾。我全心全意爱了5年的人，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畜生。清寒，还好有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真的被他得手。保护大小姐是我分内的事，李明凯要怎么处理？帮我拟定离婚协议。是。大小姐，您回李家需要我陪同吗？不用，这个说法我亲自去讨。岁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看到我回来很惊讶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。那会儿在酒店的时候，咱妈说有点急事，我就先回来了。我看你睡得正香，你还在撒谎！你还在撒谎！好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方思雨，被刘总睡的滋味怎么样？你为了生意把我送到别的男人的床上，我可是你妻子，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吗？够了！一个出轨背叛我的荡妇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对不起你呀？我背叛你，你少诬陷我！呸！还在狡辩。那天欣欣都已经拍到了，你借口去闺蜜家，实际上就是在跟楚清寒鬼混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跟清寒之间清清白白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清寒叫的可真亲切呀。方思雨，虽然你很平庸，很无趣，但是你一直记着你是我妻子。你跟楚清寒上床的时候，有记着我是你丈夫吗？我说了我没有。你自己看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方思雨，我告诉你，你被刘总完全是你自找的。你好好看清楚，这照片是错位的。是啊，我是跟楚清寒认识，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清清白白。这，岁月，我真是太在乎你了。我看到这样的照片，我当时脑袋有点混。学长，下面怎么这么吵？学长，下面怎么这么吵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和学长两情相悦，在一起了。哦，思雨，昨天晚上我留宿的突然，没来得及准备换洗的睡衣，就不小心穿了你的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你穿我的衣服，睡我的男人，乔小姐，你自诩守妇千金，难道守妇家没有教你什么叫礼义廉耻吗？方思雨，你怎么能这么骂欣欣？好，我不骂他，我应该骂的是你，李明凯，你真是让我长见识，卖了自己的老婆，在家跟别的女人睡，你比他更让我觉得恶心。够了，方思雨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出轨在先，凭什么说我儿子？我告诉你，欣欣和明凯在一起，那是我同意的。我配不上他。我儿子白手起家，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，而你呢，出身平平，能力一般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站在我儿子身边？方小姐，人呢，贵有自知之明。像你这种一个月只有3000的小小文员，早就和学长不是一个阶级了。我要是你，早都没脸待在学长身边。就是，人家欣欣那可是首富千金，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能让明凯的公司攀上金悦集团合作，而你呢，你又能帮到明凯什么？
所以你们觉得启明的项目是他给的？不是因为欣欣，难道是因为你？我告诉你，金月跟启明的合作，就是因为我。金月跟启明的合作，就是因为我。我没听错吧，方思雨？你以为你是什么货色？人家金月可是龙城的龙头企业，就凭你，还有你那挖矿的爹妈，还想接触金月？方小姐，你嫉妒我出身的心情呢，我十分理解。不过我有一句话要送你：人啊，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的东西，即使他再努力，这辈子都得不到。好，那有一句话我也要回敬给你：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你不过只是一个冒充的小丑而已。王思雨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真的觉得金月的项目是他给的？不是欣欣，还有别人吗？那给你们的那个项目，我取消了。王经理，立刻终止跟启明的合作，拉入黑名单。谁知道你给谁打电话呢？还王经理还取消合约？哎呦，怎么装的跟真的一样？伯母，我看他呀，就是一时受的刺激太多，接受不了，失心疯了，还以为啊自己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呢。到底谁在幻想？一会儿就知道。够了，方思雨，看你是真疯啊！启明和京月的合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你真以为打个什么电话就能终止合作吗？是呀，有欣欣在，我们两家的合永远会破裂。至于你，赶紧滚！我永远不会认你这个疯癫的儿媳。方思雨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我们，喂，什么？终止合作？什么？终止合作？王经理说我得罪了京月董事长，启明和京月的合作终止了。这合作好好的，怎么就终止了呢？欣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你们相信了？你刚打完电话，这合约就终止了，难不成真的是你？哎呦，思雨，你别怪妈刚才跟你说话声音太大了，这生意上的事儿，这可事关重大呀。给王经理好好说说，让他别终止合同呀。妈，王经理都说了，我得罪的是京月董事长，你求他有什么用？是啊，伯母，应该是我爸知道了我今晚在你们家过夜，有点生气。我回去一定好好劝他。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贱人，还有这能量，不过是凑巧罢了。妈，你这变脸的本事，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！闭嘴！你这个小贱人还配叫我妈？儿子，你准备的离婚协议书呢？赶快让他签了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正好，反正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。李明凯，你记住，是我不要你的，签了字，咱们俩以后再也没有关系。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方思雨，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眼瞎干上了你。小贱人，只有我儿子不要你的份儿。妈，别说了，我签，你别后悔。明天早上，民政局门口，一见不散。学长，你终于离婚了，这下我爸肯定不会再阻止我们了。那太好了。方思雨，你我呢，好歹夫妻一场啊，
多少呢还是有一点感情在的啊。这张卡里有10万，当做是我对你的补偿。这点钱我看不上。方思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你一个月薪3000的，离开了学长，你可怎么活？我的事就不用二位操心了。方思雨，人总不能为了那一点点尊严，连钱都不要了吧？你的情况我都了解，就你那一点点存款，别说在港城租房了，就算现在想打个车回去都费劲吧？这么可怜呢？哎，那学长，我们要不要开车送他一程？刚好看看他住在哪个桥洞下。说了这么多，看来你们对我还是一无所知。喂，我刚离完婚，派人来接我。方思雨，你装的可真像啊！怎么，你一想自己是大小姐的病症还没被治好呢？啊？方思雨啊，咱们在一块结婚了5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司机啊？至于车，你指的是那辆你骑了5年的电瓶车吧？哎，学长，那他该不会是让人骑着电瓶车来接他吧？啊？方思雨，你就现实点吧，好不好？啊？李明凯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相信你什么？相信你的司机骑着电瓶车用后座来载你？大小姐，我们来接您回家。大小姐，我们来接您回家。你说你们来接我，还搞这么大阵仗，让我怪社死了。恭喜大小姐脱离苦海，我们来接您回家。我们走。欣欣，这怎么回事？楚总怎么是来接方思雨的？他还叫方思雨大小姐。你告诉我，你才是真正的首富千金，你没有骗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学长，楚金汉他一直不服，他又跟方思雨有一腿。这次楚金汉肯定是帮他的姘头来撑场面、下我面子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行，我得找他问清楚。方思雨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楚总是不是早就有那种关系了？闭嘴！我跟大小姐清清白白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你昨天明明告诉我那些都是假的。当时不是没离婚嘛，有些事情当然要藏着掖着。现在不是离了吗？那当然可以大大方方的亮出来咯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彼此吧。哦，对了，还要祝你和那位乔小姐晚年幸福。以后千万不要来找我，我怕阿涵吃醋。阿涵，我们去。走。刚才借你气一下他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你怎么身体这么僵硬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热。大小姐，跟启明的合作取消，那江畔度假村的项目，筹办招标会，下个月招标，我会以金悦董事长的身份出席。我爸退位5年，我当上董事长后，为了照顾李明凯的自尊心，一直隐瞒身份。现在是时候走上台前了。儿子，你最近状态怎么这么糟？人整个都没精神。妈，我总觉得我好像丢掉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。我以前拥有过，
但是我没在乎。我现在把他彻底弄丢了。明凯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没放下方思雨那个小贱人？人再好，能有你的事业重要吗？欣欣能给你的，他能给你吗？不能。思雨只是个普通人，他不能成为我的助理。这就对了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人家欣欣可是首富千金。儿子，我听说呀，首富就欣欣一个女儿，你要是抓住机会娶了欣欣，你就是首富的女婿，到时候咱们家就可以实现阶级跨越了。对，妈，你说的对，区一个女人而已。但我眼前有事，什么样的女人我找不着？什么？京粤招标会，董事长亲自主持。京粤招标会，欣欣，合同作废也就算了，现在我只想要一个招标会的请帖，你都拿不到，你到底是不是手不千金啊？我当然是，不就一个招标会的请帖吗？林凯哥，我明天就给你拿来。我爸只是一个看大门的保安，哪有什么能力能弄到请帖？对，有呢。哎呦，京粤真不愧是大公司，连请柬都做得这么精致。一张邀请函算什么？我爸说了，招标会啊就是走个过场，到时候中标的一定是明凯哥。首富大人真是这么说的？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没想到首富大人这么看重我儿子。哎呦，欣欣啊，你看找个时间，两家在一块儿见个面，吃个饭呗。我爸最近还是比较忙的，见面可能得招标会了。那好，我们呀也好好准备一下，在招标会上给首富留个好印象。对。哎呦，欣欣，为了招标会，要不你陪我去买件好衣服？哎呦，走。这是华夏银行至尊卡，启明跟京粤解约，正面临债务危机。难道是欣欣把这个卡放在邀请函里边，让我度过危机的？哎呀，京粤不愧是港城的龙头企业，就连旗下的商场都这么气派。是啊，伯伯，这儿的衣服啊，少说都要卖几十万，回回卖断货，都是上流圈层的最爱。上流圈子的都喜欢这些牌子？是啊，带你去看看。啊，方思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都能来这里，我怎么不能？你们三位认识？不认识。我怎么会认识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堂妻？我被扫地出门，那你一个小三儿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够了！我不是听你们斗嘴的，这店可是上档次的高端品牌，怎么什么下流客人都能接待？导购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个女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3000，连你们店的一双袜子都买不起。你真的要为了她得罪我们两个真正的顾客吗？两位女士是？我们欣欣是首富千金，我是启明总裁母亲。这位真的是首富千金？那还能有假？我们今天来挑选礼服，就是为了去参加京粤集团的招标会见首富的。京粤招标会，听说全国很多家企业都在竞标，千金和夫人同时出现，难道招标内定启明了？启明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，哪来的什么内定？闭嘴！我们欣欣是首富千金，一个内定名额，欣欣一句话而已。那就到时候等着瞧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我们店的衣服金贵，建议您啊出门右转，
坐2路公交到银吉市场，那里的衣服地摊货30一件的更适合你。手不千金，夫人这边请。